我为队伍整整出谋划策了3年，在这3年里，队友靠着我的分摊伤害天赋，不断提升等级，让曙光小队从最开始的籍籍无名，一路提升到了全校第2。然而就在临近5考前，他们却因为我没有输出，想要我主动退出队伍。楚轩，你自己退出队伍吧。你身为一个辅助职业，既不能回血，也没有控制，甚至连成伤能力都逊色于一般的前排。白姐说的对，楚轩，我们也不是贬低你，只是实话实说。你的职业品质虽然是稀有品质，但实在太弱了。我弱？要不是我辛辛苦苦做攻略，你们能拿到幽恶森林的首通吗？要不是我分担了你们的伤害，你们能完好无缺的走出副本吗？楚勋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要是没有我们的输出，你能杀怪升级吗？楚勋，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，给自己留点体面。吴猛说的对，你的存在严重拖慢了我们队伍的刷本速度，将你优化掉是为了整个队伍的利益。很好，既然你们那么想让我退出队伍，那么这些原本属于你们的东西，我现在就还给你们。分摊伤害，发动！楚勋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从今天起，我楚勋不再是曙光小队的一员。距离高考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，现在怕是没有队伍会缺人了。我真是养了4头白眼狼啊！丁，检测到宿主已退队，系统开启条件达成，羁绊系统启动。我这是金手指到账了。初始团队点100，你的实力是整个队伍的总和，你将共享队友的技能、经验值、属性值。共享队友的属性跟技能，那么组6个人，自己的属性岂不是要逆天？只是现在这个情况，怕是没人愿意跟自己组队啊。白阿姨，她找我做什么？虽然白青莲不是东西，但白阿姨还是对我挺好的。喂，白阿姨。小珣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在古玩街这边遇到了点麻烦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白阿姨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过来。白阿姨平时挺照顾我的，她出事了自己不能不管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居然能看到别人的信息，难道这是系统的能力吗？丁，时间功能已开启，身为队长，需具慧眼，以便良才。实践，慧眼识人，这是系统附送的看人功能，能看到别人的信息。等级1，灵转，练习生，这不是那个练习生唱跳 rap， 还轻微肾虚。系统，你这信息是不是有点太全面了？连这都能看出来？不过这功能也太强了吧，能看到别人的职业、等级，甚至身体状况。等等，这个是……原来团队点是用来改变别人职业的。这个世界的职业都是固定的，而我却能改变别人的职业。系统，团队点是如何获取的？当你的队伍人前险胜或达成成就时，即可获得团队点。也就是说，只要队伍越强，就能获得越多的团队点，而团队点又可以强化队员，这是一个完美闭环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人摔坏了我的东西，不想给钱。我才没有，我就轻轻碰了一下，它就碎了。我不管，这可是老物件了，你碰坏了就得赔5万。今天你不给钱，就别想走了。什么破东西就要5万？你这不是讹人吗？楚心，你来了。你谁呀？这儿有你什么事儿？系统，给我查看一下他的个人信息。原来是他的女儿被昌鬼瘴气侵染了，所以才会在这里摆摊讹钱。张老三，你不想治好你的女儿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女儿并非得了病，而是被昌鬼瘴气侵染了。大师，你能看出这些门道，定是有真本事的。求您救救我女儿吧！我救不了你女儿。虽然我救不了，但我可以给你指条路。别去医院浪费钱了，
去向些道观求助，或许还有奇效。谢大师。小寻，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嘛，刚才真是谢谢你。白阿姨，我帮你的应该的，不用客气。系统，帮我查看一下白阿姨的资料。御雷使，稀有职业。白阿姨曾经是稀有职业者，只可惜因为御雷使职业反噬的原因，让她的等级掉落至了14级。资料上说白阿姨体内积攒雷毒，那岂不是活不了多久了？系统，白阿姨可以进行转换职业吗？稀有御雷使可消耗80团队点，转职为隐藏职业九霄狱主，同时消除所有负面状态。那个小寻，今天的事还请你不要告诉青莲。阿姨，我不会告诉她，因为我今天已经退队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青莲他们做了什么惹你不高兴的事？我叫青莲去改。不用了，白阿姨，他们觉得我没有输出，是我自己主动退队的。对不起，小寻，这孩子从小被我惯坏了，总觉得别人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，都怪我没教好他。白阿姨，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队伍，可以吗？小寻，我知道你被退队之后急需队友，可是阿姨可不是学生，不能和你一起参加高考的哦。阿姨，这我知道。白阿姨，只要你能加入我的队伍，我便能帮你取出体内的雷毒。小寻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否使用80团队点进行转职？确认。12年了，那些折磨了我12年的东西，就这样消失了。你的职业已变更为九霄狱主职业。隐藏职业？我怎么变成隐藏职业了？等等，这个属性也太强了吧！还有这几个技能，每一个都很实用。这就是隐藏职业吗？叮，你成功邀请白银入队。你共享该队友的属性值：力量加392，敏捷加380，体质240。系统，打开我的属性版面，力量直接从170飙到562，这增幅也太离谱了！还有这几个技能，光听名字就已经赢麻了。这就是隐藏职业的强大吗？小寻，你的职业真的是分摊者吗？阿姨，我的职业发生了一些变异。阿姨，这个秘密不要说出去，好吗？小寻居然能帮别人改变职业，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，整个世界职业者体系都会为之震动。放心吧，小寻，阿姨不会乱说出去的。小寻，今天的事，阿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可能已经被那个摊主坑了5万块，更别说你还帮我变更为了隐藏职业。这个职业变更，阿姨做梦都没想过。小寻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开口。阿姨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对了，小寻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高考只有1个月了，你还需要4个队友吧？明天去学校的招募处看看吧。虽然这个时间点没队伍的学生应该不多了，但总得试试。系统带来的属性增幅，连走路都轻松了不少，这感觉确实不错。怎么回事？聚集了这么多人？我去，第5个师哥成员了吧？可不是嘛，前面那几个都是啥时候的事儿了？前年1个，去年连着2个，现在又来了个黎明之光小队，那不是白青莲他们队吗？这个楚寻是那个队的辅助。对，就是那个，据说是个稀有职业，叫什么分摊者，那不是挺强的吗？怎么会被全队举报？谁知道呢？肯定是有原因的呗，总不能4个人都冤枉他吧？是，不过这时间点被踢，基本等于高考无望了吧？昨天退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白青莲那几个人不会善罢甘休，但我没想到他们下手会这么狠。师哥成员这个名单一旦上去，就意味着我基本上告别了加入其他队伍这条路。白青莲，你们还真是够狠的。于老师，
我想要查看黎明之光小队举报我为失格成员的证据信息。今天下午，学校会组织高3学生进入枯萎森林副本，那是学校申请下来的特殊副本资源，里面的枯萎精华对冲击等级瓶颈很有帮助。比起怎么推翻失格成员的身份，你还是先想想眼下的事吧。考虑到学生自己的节奏，学校组织的副本要求没有高考那么严格，不一定非要5人满编，只要队伍里有2个人，相互之间有个照应，也能进入副本。2个人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再找到1个队友，我就能参加今天的副本了。这确实是个机会。楚勋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同学，你们俩近期先搭伙组队一下吧。介绍同学？于杰身为教导主任，亲自给我介绍队友，他也应该快到了。穆离雪，南城一中唯一的隐藏职业者，断档领先的第1天才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楚勋，穆离雪近期因为队友集体退队，他这边也暂时没了队伍，你跟着他就行。没想到身为全校第1的穆离雪居然也没有队伍。楚勋，加入我的队伍。副本里我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，你不需要做什么，跟在我身后就可以了。楚勋，你这是……于老师，我没说不能和穆凌雪组队，我可以和他组队，但前提是我要当队长。你要当队长？楚琴，队长这个位置向来能者居之。楚琴，你觉得你有什么当队长的资格？若是不服，演5场一战。既然你们俩都想清楚了，那我宣布一下规则：第一，训练室地面有淡蓝色的边界线，出现算输；第二，这是切磋，不是生死战，谁要是故意下死手，我这边会立刻终止比赛；第三，任何一方开口认输，或者我判断胜负已分，比赛即刻停止。谁要是认输了还继续攻击，同样按违规处理。都听清楚了？清楚。好，那么比赛开始。楚勋，也别说我欺负你。接下来的战斗过程中，我不会使用任何技能。穆离雪，你这不用技能的诺言，我只当是个玩笑。我可不希望你等会儿输了，还能有个我们用全力的借口。自大的家伙！穆离雪这一剑虽然没有动用技能，剑势却已然凛冽如霜，速度、力道、角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不愧是南城一中唯一的隐藏职业者。单凭这基础属性，就已经碾压了99%的学生。那么，楚勋会怎么应对？什么？他居然直接硬扛了这一击，而且看起来似乎比穆离雪力量还要高。刚才那一剑虽然只用了5成力，但那也足以碾压99%的同龄人，而他却正面接住了我的剑，怎么可能？我的力量属性在同龄人中从来都是断代领先的存在，他怎么可能比我还高？穆离雪居然被震退了，一个辅助职业，正面击退了南城一中唯一的隐藏职业者。穆离雪，你确定还要继续不用技能吗？这才第1招，你急什么？接下来我不会再留手了。楚勋的敏捷属性明显也高得离谱，否则根本跟不上穆离雪这种级别的攻势。他真的只是一个辅助职业吗？难不成楚勋的职业发生了变异？不然，眼下的情况该作何解释？我承认，是我小看你了，你的实力超乎我的想象，但是我是不会输的。穆离雪动用了技能，冰华斩！结束了。
怖的威力。这样的攻势，别说同龄人，就算是一转初期的职业者正面挨上，也得吃不小的亏。你输了。输了！我居然输了！我动用了隐藏职业双月剑仙的强力技能，却还是输了。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技能？刚才我使用九霄玉主的技能瞬，在短时间内将自身化作雷电，实现近乎瞬间的移动，速度快到肉眼难以捕捉，就连木灵雪也难以反应。我输了，我愿意加入你的队伍。你成功邀请木里雪加入你的队伍。我去，加成竟然有这么高！力量破千，敏捷破千，这就是20级灵转巅峰的隐藏职业者吗？这么多的技能，我终于不再是那个只会挨打的辅助了。楚勋，你的职业……于老师，我的职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，具体能力我不方便细说。职业变异，看来我猜测的没错。楚勋，你成为师阁成员的事情，我会去好好调查一番。虽然举报材料已经提交到执法局，但学校这边也有复审的权利。如果那些证据真的有问题，我会想办法帮你摘掉这个帽子。多谢于老师。行了，这场对决已经结束。楚勋，祝贺你成为队长。同时，如果有什么需求，你们也可以随时向我提。多谢于老师。队长，下午的副本之行需要我准备什么吗？我之前已经准备过下午副本的攻略信息，再整理一下就能全部完成。行，那你继续完成副本的攻略，我去整理一些进入副本需要的道具。我们下午集合。你们猜我刚才听到什么了？现在全校全都在讨论那个废物楚勋呢，都在说那家伙道德败坏，品质堪忧，活该被咱们踢出去。我路过公告屏的时候，亲眼看见楚勋站在那儿，脸都绿了，那表情真是精彩。对了，白姐，我听说那个木里雪木校花也没了队伍，他那4个队友昨天同时提交退队申请，双寒小队正式解散了。木里雪，隐藏职业者，白姐，要不咱们尝试把他招到咱们队伍来？咱们现在正好缺一个人呢。对啊，要是能把木里雪招进来，整个南城一中谁是对手？木里雪，他可是隐藏职业者，把他招进来，你们还想在高考里有表现的机会？到时候副本里所有风头都被他一个人抢光，你们就站在旁边当背景板看着吧。那咱们最后一个队员怎么办？高考必须5个人，现在就差1个了。最后一个队员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你们不用担心，过几天他就会转学到南城一中。转学生？什么人啊？崔家，崔念，崔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崔氏集团？那个做职业者装备起家的崔氏，身家上百亿的那个？不然还有哪个崔氏？那太好了，崔念啊，那可是真正的大人物，有他在，咱们队伍高考不得起飞？一个大财主加入队伍，以后装备、道具之类的物品就不用愁了。对了，下午学校组织进枯萎森林副本，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吗？要不要去买点恢复药剂之类的？有什么可准备的？以咱们队伍的实力，直接平推就完事儿了。副本哪有那么危险？就是，以前进副本不也顺顺利利的？再说了，那些恢复药剂又不便宜，一瓶就要几百块，省下来买点装备不香吗？哟，这不是楚深吗？怎么，这才1天就绷不住了？我还以为你是个硬骨头呢，现在还不是得乖乖跑回来求我们？楚勋，你说你当初要是老老实实的别那么作，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楚勋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能帮你撤销师阁成员身份的只有我们4个，你要是真有点诚意，跪下来求求我们，说不定我们心情一好，就帮你把举报撤销了呢。我就是回来拿点自己的东西，你们一个个的急什么？装模作样罢了。楚寻那家伙这个时候都还在嘴硬，下次即便他跪着求着想要回队，我也不可能再给他机会了。行了，不用管他了，我们好好表现。等崔念转学过来，咱们队伍就要起飞了。到时候楚寻那种废物，连给咱们提鞋都不配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学校的大名人吗？师阁成员队友都没有，还来这里干什么？该不会是想1个人进副本吧？陈刚，人家可能不知道规则呢，要进副本至少得2个人。
咱们应该好心提醒提醒他。楚寻，你别怪陈刚说话直，他这人就是这样，嘴上没把门的，但他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。你现在的处境确实让你很难在南城一中立足了，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不如早点为自己打算。高考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换一条路走。楚寻，你怎么不说话？要不听听我给你安排一下工作？来，给我擦皮鞋，一次100。冰华斩！你们在说谁没有队友？那是全校第1的穆里雪。队长，穆里雪归队。队长，穆里雪叫楚寻队长。南城一中的第1天才穆里雪，居然是那个楚寻的队员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穆里雪会跟他组队？等等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穆里雪刚才那个态度，好像很尊重楚寻的样子？何止尊重，你没看见吗？他走到楚寻身边的时候，那表情都收敛了，那种冷冰冰的感觉都没了。有什么可嚣张的？2个没人要的家伙凑一队罢了。说白了都是没人要的，就算凑在一起一样无法参加武考。白姐说的对，就算能够和穆里雪组队又如何？到时候进了副本，穆里雪一个人在前面杀怪，楚寻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是校长，校长，那位就是咱们南城一中的校长。我去，入学还是第1次见到校长本人。话说校长今天怎么突然来了？平时连教师大会都不参加的人。校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我来是为了宣布一件事情，4校联赛将在下周举行。本次枯萎森林副本之行将选出积分前2的队伍代表南城一中参加4校联赛，请各队伍务必重视这次的副本试炼。4校联赛下周就举行，不是一般高考前2个星期才会举行吗？怎么提前了这么多？4校联赛，我听说去年的4校联赛第1名那支队伍，每人拿到了1块1转升阶石，那可是能直接让20级0转职业者升至1转的宝贝。何止升阶石，听说最差的也有10万大虾币的奖金。以前都是双寒小队霸榜，但今年双寒小队解散了，双寒小队没了，这次选拔可就真说不准了。副本里瞬息万变，前10的队伍都有可能出现。咱们队也有机会？怎么没机会？只要运气好，刷到积分高的怪，说不定就冲上去了。白姐，咱们这次稳了啊！双寒解散了，其他队伍又没什么特别强的，咱们这配置前2不是手到擒来？别高兴太早，不过确实是个好机会。等咱们进了4校联赛，再让崔念加入队伍，到时候高考重点大学还不是随便挑？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进入副本了。走。走吧。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队长，选择哪一条路？左边那条枯木环绕的小路，危险往往也意味着机遇。右边虽然视野开阔，但是路上布满荆棘。队长，选择这条枯木小道吧。不急，稳妥起见，我先用魔装人偶探探路。魔装人偶。这条路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不太对，让魔装人偶再往前探探。连接已断开。
魔装人偶已损毁。有问题，这条道路本身就是一个陷阱。陷阱关卡，不是一般只会出现在高评级的副本里吗？枯萎森林只是新手难度啊。不过，如果这条道路本身就是陷阱的话，那么路上没有异兽出现就合理了。这个副本不简单，小心一些。走吧。魔装人偶，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楚寻，高355班，职业是稀有职业分摊者。分摊者，稀有职业，功能性不错，而且能在这个年纪掌握魔装人偶的制作工艺，确实用心了。不过能做出探路道具，不代表能在副本里活下来，只有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。白姐，你们都没事吧？白姐，我们该选哪一条路？有什么好纠结的？这条路一看就是刷怪的好地方。你们看右边那条路全是荆棘，走起来费劲不说，一看就没什么高等级怪。左边这条路阴气森森的，大概率能刷出更高等级的异兽。陈刚说的对，这种路看着就刺激，里面的怪肯定等级高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要是楚深那家伙还在，肯定又得磨磨唧唧的拿出他那个什么魔装人偶来显摆了吧？那可不，搞个破木偶试探半天，除了显摆下他那些花里胡哨的手艺，还能有什么作用？纯属浪费大家时间。好了，不要再讨论那个畏手落脚的家伙了。现在没有楚寻拖累，我们队伍的效率也该提升起来了。前2的名额，我们一定要拿下。走。怪呢？怎么一只怪都没有？这什么破路啊！看着阴气森森的，结果屁都没有，烦死了！怪呢？给我出来呀！楚寻，你怎么还没把我的伤痛分担走？你们有谁带了恢复药剂吗？陈刚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这么点伤就受不了了，这就要消耗恢复药剂。咱们队一共就带了2瓶应急的，现在用了，后面遇到更危险的情况怎么办？行了，别耽搁时间了，继续前进。白姐，要不咱们换一条路吧？这条路不对劲儿啊！这才遇到一点小事就想着退缩，就想着换路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有一点战士的样子？陈刚，你就是被刚才那一下吓着了，其实就是个意外，巧合而已。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走吧。斩！等等，队长，若是就这么一路劈斩下去，即便你是隐藏职业者，也扛不住这消耗。可问题是，不展开这些荆棘，我们怎么过去？净化粉池。净化粉末的主要成分是圣光粉和安息草精华，这些荆棘生长在这个诡异的副本里，常年被灰雾浸润，本身就沾染了副本的恶意。净化粉末撒上去，相当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那股恶意，让他们从面对闯入者的禁止通行变得柔软，变成了准许通行。队长，你懂得真多。队长，小心！你接招！系统，查看一下它的属性。
怎么是15级？新手难度的副本，普通怪物的等级一般都在10级以下，即便是精英怪，也很少超过12级。可眼前这只怪鸟，居然已经达到了15级。可恶，居然让他跑了！属性分摊，发动！斩！这是我斩出来的剑气，队长，你这数值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属性起码翻了1倍多，这便是分担者的能力吗？将自身的属性分担给队友。可是这数值也太夸张了吧？难不成他的属性要高出我1倍之多？不好，是某种召唤同伴的技能。那又如何？你觉得，以你现在的状态，难道还处理不了这些怪物吗？对啊，现在有了队长的属性，这些怪就是来送经验的。这些怪物一只多少经验来着？15。一只15点，30-40只，那就是。校长，怎么了？穆离雪的职业是什么？双月剑仙，隐藏职业，攻伐之力极强。他好像还没一转吧？可刚才他使用出来的剑罡，已经堪比刚刚踏入一转的职业者了。于杰，这个楚寻你了解多少？高3、5班，16级，稀有职业分摊者，曾经待过的曙光小队，成绩稳定在年级前5，属于那种不惹事也不出挑的普通优等生。不过昨天被全队联名举报，列入失格成员名单。但今天上午，他和穆离雪在演武场打了一场。楚寻，一个辅助职业，和穆离雪打了一场。校长，楚寻这小子的奇异之处，光靠言语描述是很难让人信服，不如您自己发现。一个辅助，难道还能赢了隐藏职业的穆离雪不成？这是枯面鸮，这下他们有麻烦了。枯面鸮临死前的号召会吸引来同类，可惜了，现在逃跑也来不及了。于杰，准备介入救援吧。是。这是300积分。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在场大多数队伍。于杰，这个楚寻是不是发生了职业变异？按楚寻自己的说法，他确实是发生了职业变异。看来楚寻的职业变异后，品质已经跃升到了隐藏职业的层次。没想到啊，临近高考，我们南城一中居然又出了一位隐藏职业者，还是个辅助类型的隐藏职业。于杰，穆离雪和楚寻的队伍现在只有2个人吧？是的，校长。穆离雪的4个队友集体退队，楚寻也被踢出队伍。2人确实是临时凑到一起的。高考需要5人组队，别到时候我们南城一中唯2的天才连考场的门都进不去，那传出去可要让其他几所学校笑话了。校长，实不相瞒，我今早已经清点过全校的组队情况，现在已经没有缺人的队伍了。至于其他满员的队伍，我也私下询问过几位队长，但都表示高考在即，不愿临时变更配置。思维打开一些，之前学校那几个师格成员不也没有队伍吗？校长，您的意思是让楚寻他们和那几个师格成员凑一队？那几个家伙的性格一个比一个古怪，楚寻和穆离雪能接受这样的队友吗？行，我明白了。等楚寻和穆离雪出副本，我找他们聊聊。该死！早该往回走了，那条路上一只怪都没有，
还危险的要死。我受伤的时候就说了应该往回走，要是那时候就折返，吴某和小柔也……陈刚，不要说这些不利于团结的话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说这些了，都是一个队的。哎，白姐，你那里是不是还有恢复药剂？我们几个都受伤了，这状态，等会儿要是遇到什么情况，怕是应付不过来啊。恢复药剂，现在我手里只有2瓶恢复药剂，是团队的重要战略物资。咱们可是要争夺前2的队伍，现在用了，万一等会儿又受伤了呢？怎么办？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，积分肯定被别的队伍甩开了。走吧，我们该出发了。等下，你们快看那是什么？天哪，那是黎明之光小队！白青莲、陈刚他们怎么成这样了？这伤，他们到底遇到什么了？让一让，让一让！黎明之光小队不是常年排前5的队伍，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是啊，这才进去多久？我记得他们是第1批进去的吧？这也就2个多小时，2个多小时就出来了，那能刷多少积分啊？0积分！我看排行了，他们小队排在倒数第1。不会吧？他们不是第1批进去的吗？2个多小时，1只怪都没刷到。该不会是进去就被团灭了吧？可就算团灭，传送出来之前也能杀几只小怪啊！0积分是什么鬼？全程在散步嘛？居然和我们队伍一样都是0积分！我们队伍可是准备进场打螺丝的，黎明之光不是前5吗？怎么跟咱们一个水平？你别说，说不定人家也想进场呢，提前体验一下底层生活。别听他们瞎说，我们只是刚把楚勋踢出队伍，配合上还没磨合好罢了。而且那个副本本身有问题，枯萎森林的评级肯定不止新手难度那么简单，不然以咱们的实力，怎么可能0分收场？我操！你们快看榜一，积分已经突破6000了！多少？6150，我没看错吧？第2名才多少积分？我刚才看的时候才900多，现在应该刚破1000吧？看队名，未著名小队，这是什么鬼？连队伍名字都还没取，这队名也太随意了吧！正规队伍谁会不起名字啊？6000分，怎么做到的？从来没有过什么未著名小队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不对，不可能是他，那个被踢出队伍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刷出6000分？他凭什么？这种不用动手也能升级的感觉，简直不要太爽。18级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我居然直接连升了2级。对不起，队长，刚才我杀得太起劲了，把怪全都抢了。队长，接下来的战斗，人头都算你的。再遇到异兽，我绝对不抢了。我用剑指着他们，让队长你来杀。不用，等你什么时候追上我了，再考虑谦让的事吧。毕竟我可不想队友拖我后腿。楚勋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突破1转，一定要让你看看到底是谁追谁。成了，这妮子果然吃这套。行，那我就等着看了。可恶的家伙，我就不信1转了还打不过你。队长，前面的荆棘好像快没了。看来我们快要走出这条荆棘小道了。队长，这个地方不对劲，那棵树有古怪，小心些。BOSS， 踏雪舞步。等等，一转23级，实打实的1转怪物。新手副本怎么会有1转怪物？不离雪，快回来！什么？
怎么可能？这棵树居然没死！这里是那怪鸟的老巢。对不起了，队长，都怪我没有听你的。一转的 BOSS， 看来只能自己出手了。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，新手副本里为什么会出现1转以上的怪物？执法局前期排查工作时是怎么做的？执法局那帮人到底是怎么排查的？3次排查，愣是把一个有1转怪物的副本评成新手难度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去外面准备安抚一下他们吧。穆离雪已经丧失了行动力，楚勋应该很快就会启动强制传送退出副本。不对，楚勋他好像没有打算退出来。他在等什么？难不成楚神是要放弃穆离雪？糊涂啊！这个时候还犹豫什么？他是队长，为什么还不退出副本？不等了，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进入副本，对穆离雪进行救援，不能让穆林雪遇难，这是我们学校的责任。是。这是。楚仙不是辅助职业吗？他怎么掌握了雷电之力？雷电之力啊！弹手落雷，然后一击制胜。谢谢队长。队长 ，BOSS 被击杀后副本崩坏，我们得赶紧出去。你先过去，在出口等我。人前险胜，名动一方。达成团队点获取条件，获得80点团队点。当前团队点剩余100。穆离雪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女神，太帅了！省省吧，人家是校花，全校的女生轮得到你？对了，那个楚勋也太爽了吧！可不是嘛，穆离雪一个人杀穿副本，他在后面躺吃经验涨积分，真服气。那只1转的怪物是楚勋斩杀的，不是我。不可能吧？他不是辅助吗？辅助拿什么斩杀1转怪物？我操！我明白了，穆离雪这是把怪让给楚勋了。你们想啊，他一剑把 BOSS 打到残血，然后让楚勋补最后一刀，这样楚勋也能拿到 BOSS 的击杀记录。我操，这也太宠了吧！不用解释了。可是，走吧，没必要解释太多。楚勋那家伙真是走了狗屎运，被咱们踢出队伍，转头就抱上了穆离雪的大腿。咱们拼死拼活，连1只怪都没杀成，浑身是伤的爬出来，他倒好，出来直接榜1。楚勋也就只会躲在后面吃经验，出来还装得跟没事人一样。倒是让他沾上光了，要不是穆离雪，他现在还是那个连副本都进不去的师哥成员。现在倒好，抱上大腿了。行了，楚勋那家伙这次就是得了第1又如何？他们就2个人，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。安静！排查一下。是否所有队伍都已退出副本？校长已经核验完毕，除2支队伍外，其余队伍均已退出副本。哪2支队伍是？破晓小队全员4人，以及磐石小队全员5人。记住这一刻，职业者之路从无坦途，每一次进入副本都是在用生命拼搏，只有足够强才能活着走出来，只有足够强才能守护自己珍视之物。楚勋，我从于杰那边了解到，你的职业发生了变异，
可以具体说说吗？当然，这个问题只是出于我个人的好奇，你可以选择回答，也可以选择不回答。抱歉，校长，我的职业特性我自己还在琢磨，等我自己琢磨清楚了，再告诉您具体情况。行，既然你还在摸索阶段，那我也不多问了。这张信用卡里有10万大夏币，这是学校对本次副本表现优异的学生的奖励。这张是学校专门提供给优等生的私人修炼室权限卡。凭此卡，你可以使用教学楼地下1层的专属修炼室，里面配备了高级训练器械和巨能法阵，对磨练技能都有帮助。多谢校长。行了，奖赏的事情就到这里，接下来讨论正事吧。现在距离高考满打满算也不到1个月了，高考队伍的人数限制是5人一队，你们这支队伍目前还缺人，接下来打算怎么补齐？愿意加入我们的，恐怕只有那些处境同样艰难的学生了。没错，现在这个时间点，能成为你们队友的，大概率只有学校曾经的那几位师阁成员了。不过，我得把话说清楚，我虽然是校长，但也没有权限强行干涉学生的组队自由。但是，这是我能为你们做的。那几个师阁成员的联系方式都在上面了。至于能不能说服他们加入，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。师阁原因居然是杀害队友。仇素宁是去年被列入师阁成员名单的，也是目前学校唯一能够确定具体行踪的师阁成员。至于名单上其他几位，学校正在想办法联系，你们倒也不用太过担心。关于仇素玲被举报为师阁成员的前因后果，我可以口头给你们补充一些更详细的信息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未经查实的说法，你们2人全当参考即可。据说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：仇素宁原本所在的队伍，在一次副本攻略中发生意外，其中一位队友没能活着出来。问题在于那位队友的尸体，后来被其他人在仇素玲的住处发现了。准确的说，是被他搬回了家，种在了一个花瓶里。校长，这个仇素玲该不会是什么心理变态吧？是不是心理变态，我没见过他本人，不好妄下定断。当然，他被列入师阁成员也是事实，毕竟正常人谁会干这种事儿？校长，这位仇素晴现在还是一个人住在那里？据我所知是的。这1年多来，他的等级应该还停留在1年前的10级，因为没有队伍，他进不了副本，自然也没有升级的途径。10级确实有点低，但对我来说无所谓，毕竟我有变更职业的能力。仇素玲原本的职业等级是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潜力如何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这位师阁成员的信息已经摆在你们面前，接下来怎么做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。校长，事不宜迟，明天我想和穆离雪请个假，去会会这位住在墓园的同学。请假当然可以，你们现在可是咱们学校重点培养的对象，这点特权还是有的。不过我得先把话说清楚，仇素玲这个人情况比较特殊，你们得做好心理准备。明白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你们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队长，我们真的要把那个仇素宁招入队伍吗？队长，明天去见那个仇素玲，我不太会说话，我怕我把事情搞砸了。不用担心，你平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仇素玲是不是跟校长口中所说的那样，我们得见了才知道。当然，若是那个仇素玲真的是个心理变态，或者是个会陷队友于不义的恶人，我也不会将其招入队伍的。我们是需要队友，但还没缺到那种程度。我知道了。队长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天什么时候出发，你通知我。等等，枯萎精华，拿着。不，我不能拿。队长，我真的不能要。那个一转 BOSS 是你亲手斩杀的，最后救我的也是你。我什么都没做好，那些经验值大部分都被我拿了。
现在你还要把枯萎精华给我，那我不就成了队伍里的寄生虫了吗？不是送给你的，给你这个东西是有代价的。是什么代价？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3天之内突破1转，突破1转之后1周之内等级提升到25级。没了？没了。队长，我会做到的。3天之内突破1转，1周之内升到25级。行，那我就等着看了。不过等我抵达1转之后，还是会再次向你发起挑战，夺回队长之位。随时恭候。你提升就等于是我提升，想要赢我难喽。你的队友白银击杀了血尸一击，获得经验值加10，你共享该队友的经验值，你获得了10点经验值。白阿姨，她开始刷副本了。按照白阿姨这个刷怪速度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躺着升1级。这种感觉确实有点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看看白阿姨吧。王老师，都别动，躺着吧。白青莲，你们这次枯萎森林副本的成绩我看到了。白青莲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我翻了翻历年的成绩记录，你们这支队伍进入高中以来最差的一次，也是全班第2。可现在呢，0分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们进去逛了一圈，一只怪都没杀，然后就被人抬着出来了。王老师，这次副本确实出了点意外，那个副本难度不对劲，我们一开始选错了路。意外？人家走进去之后发现不对劲，立刻掉头换路，最晚的一支队伍也在半个小时内就撤出来了。行了，我今天来不是要追究什么责任，只是想让你们明白一件事，这次副本的成绩已经给你们敲响了警钟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别说4校联赛，连高考能不能顺利通过都是未知数。楚寻是你们队的吧？我记得以前一直跟你们一起的，可今天我怎么看到他成了师阁成员，还和穆离雪组队参加了副本，怎么回事？昨天我们把楚寻踢出队伍了。踢出队伍？在这个时间点，距离高考不到1个月，谁来告诉我为什么？他的职业分摊者可以分摊属性、分摊伤害，稀有职业之中都算是非常强力的辅助啊！王老师，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那家伙实在是太磨叽了，每次进副本之前非要搞一堆攻略出来，搞得队伍效率特别低。对，而且王老师您不知道，楚寻那个分摊者看着挺厉害，可每次遇到强一点的怪物，他没扛几下就不行了，最后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喝药硬顶。楚寻承伤能力差？对啊，王老师你也这么觉得吧？那家伙每次副本都把自己搞成重伤，害得我们还得照顾他，真是。楚寻的职业是分担者，功能性辅助，你们让他去扛伤害。分摊者的核心能力是把队友受到的伤害揽到自己身上，他本来就不是战士，你们却让他去扛伤害。还有，做攻略是好习惯，是职业素养，是对队友生命最基本的尊重，你们居然把这当成缺点。这样吧，白青莲，你们几个把楚寻找回来，不然以你们今天在副本里表现出来的水平，这样下去队伍迟早要彻底瘫痪。王老师，我理解您是为我们好，但您可能不太清楚具体情况。我们是突然换人，谁都得有个调整期。今天副本的不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，但这并不代表楚寻有多重要，恰恰相反，把他踢出队伍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正确决定。白青莲，我不是在否定你们的决定，我是想让你们明白，一个队伍出了问题，首先要做的不是指责别人，而是多考虑考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。王老师，我理解您是为我们好，当队友这件事应该由我这个队长以及我的队友们说了算吧。好得很。白青莲，强调一下，我提出的也只是利于你小队发展的意见，不做强制要求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我侵犯了你们的权利，那今天就当我没说，以后这样的建议我也不会再提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你们继续养伤，我出去一趟。白姐，你这伤还没好利索呢，去哪儿啊？私事。今天早上老妈居然说要去刷副本，我必须去看看。白银还在副本中，可能还要花一些时间。
需要点什么？打造一转生结石。这是枯萎精华，品质不错，新鲜出炉的吧？今天刚刷的。生结石的主体是早就备好的，枯萎精华这种东西不是每天都能收到的，一般都是客人自备材料，我们负责注入和激活。20级才能使用，等升到20级，这东西就能派上用场了。哟，兄弟，一个人吗？4呼1，临时组个队，一起刷个副本，来不来？不好意思，今天不打算刷本了。这样啊，那可真是不凑巧。小伙子，你被盯上了，趁早离开吧。多谢提醒。想打我的主意，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没想到那小子还挺谨慎，居然不上套。看着就是个普通穷鬼，结果一出手就是3颗一转生结石的核心材料。周夜，盯紧他，只要有机会，咱们就动手。哦，又升级了。小寻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这里可是副本产区啊！大晚上的，他从学校那边赶过来做什么？一转生结石，小寻，你这是？拿着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。小寻你自己都还没到20级，这东西你以后肯定用得上。阿姨怎么能？阿姨你就拿着吧。而且，阿姨，我只是希望我们团队能变得更强，你可别以为这是在单纯照顾你。我明白了，小寻，你放心，阿姨一定尽快突破1转，不会拖队伍后腿的。对了，小寻，我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这2年多亏了产区这边的一个店主一直在帮我调理身体，现在我的雷毒彻底清除了，我想去感谢一下他。行，那我和你一起去。好，那我带路。那家店位置有点偏，不太好找。没事，走吧。前面就到了。那个店主的能力还挺神奇的哦，而且还是个年轻人，说不定可以和小寻你聊得来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尸臭味，这里怎么会有尸臭的味道？不是动物的毛发。阿姨，知道那个店长的名字吗？姓氏挺罕见的，姓仇，不过具体叫什么，阿姨也不知道哎。大家都叫他仇店主或者小仇。那孩子话不多，每次去就是帮我调理，也不怎么聊自己的事。姓仇，该不会就是……等等，这是……这是拜神教的标记。拜神教是什么？国外的一个组织，发源于樱花国。这个教派发展了几十年，信徒遍布世界各地。他们专门针对那些有天赋的职业者下手，尤其是年轻的天才。这个标记出现在这里，说明拜神教的人已经盯上了这家店。我估计小仇他或许是预知到危险，所以便已经提前撤离了。裘素灵，那位被周渊校长列为唯一能联系上的潜在队友，还没邀请他入队呢。没想到他现却被拜神教盯上了。吾等向神明鬼服，神明赐吾等力量，吾等以血肉供奉神明，鬼服之道，万物归一。